第245章墨家。在大厅内那一道道近乎呆滞的目光中，萧炎随手抽出一张椅子，大刺刺地坐了上去，瞥着那脸色惨白的罗布，轻踢着指甲，淡淡的道：说说吧，你们最近是怎么回事？以你的性子，似乎还没有横扫石墨城所有势力的魄力啊。听着萧炎这略微有些损意的话语，罗布也只得讪讪地笑了笑，沉默了下，苦笑道：的确，我并没有想过独霸石墨城这块地盘，而且杀至佣兵团也不具备清除石墨城所有势力的实力。这一切的事情，或许还是因为墨铁佣兵团的那位叫做青灵的小女孩。罗布脸庞上的表情略微有些后悔。罗布，你可要小心你在说什么。我们家族能够帮你称霸石墨城，也能让你们在顷刻间覆灭。就在罗布准备全盘托出之时，那一旁的几人之首男子忽然暴喝道。听得这喝声，罗布脸色微微变了变，片刻后他恶狠狠地转过头，对着那男子怒道：妈的，要不是你们，老子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他们是谁？萧炎偏过头来，盯着那几位并非是杀之佣兵团的男子，轻声问道。见到萧炎望过来，那几位男子急忙退后了几步，体内斗气急速流淌着，满脸的忌惮，眼角不住地瞟着脚下，生怕那诡异的冰层会忽然从脚底下冒探而出。显然先前萧炎的那番出手已经让的这些人心中生出了许些恐惧。他们是墨家的人，那位叫做青灵的小女孩便是他们的大长老亲自出手擒回去的。在抓走之后不久，他们墨家便是联系上了我们杀之佣兵团，说是可以借给我们人，然后帮助我们称霸石墨城，不过条件就是必须将墨铁佣兵团的所有人杀光。罗布扫了一眼萧炎身后的萧鼎等人，说道：墨家。闻言，萧鼎脸色微变，失声出口：他们是什么来路？萧炎偏过头来，望向脸色略微有些不好看的萧鼎，问道：墨家，加玛帝国东北省份的4大家族之一，其势力虽然比不上纳兰家族这些庞大家伙，不过倒也不可小觑。常年盘踞在东北地方的他们，在那里几乎是根深蒂固，俨然是一方土霸主的姿态，极少有人敢去招惹他们。没想到此次竟然是他们要对付我们。萧鼎紧皱着眉头道：墨家，他们实力如何？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萧炎低声问道。墨家实力最强的便是他们先前所说的那位大长老，我听过他的名字，应该是叫墨城吧。他的名头在帝国东部这块地方可是颇为响亮的，当年曾经一人单枪匹马的将东部最猖獗凶狠的黑旋风强盗团杀了个精光。要知道那黑旋风强盗团实力可不容小觑，其中光是大斗师便是有3位，斗师更是有着10几名之多，再加上天性凶悍，帝国几次派兵围剿都未有太大的建树，反而是损失了不少人。那场杀戮可当真是血流成河，因此也造就了他那块紫墨的外号。萧鼎沉声道：似乎也是一个狠人啊。萧炎轻笑道：当然，虽然身为一名斗灵，实力也的确很强，不过让的那墨城有如今这般声望地位的，还主要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说到此处，萧鼎的脸色略微有些古怪了起来。什么身份？那家伙年轻的时候曾经拜入了云岚宗，后来因为要管理家族事务，便是离开了云岚宗。不过那家伙也算机灵，虽然脱离了云岚宗，不过每一年都会给云岚宗上缴一份极其庞大的供奉，并且每次云岚宗的高层有喜事等等，他都会亲自前去祝贺，为人极为圆滑。据说10几年前云岚宗宗主收入门弟子时，那家伙也是受邀在列，从云岚宗回来后，那家伙就一直将这事挂在嘴上，满天下炫耀。当然能够参加云岚宗宗主的收徒仪式，也的确挺让人羡慕的。虽这样说着，不过萧鼎还是轻摇了摇头，心中对那墨城的人品略微有些鄙视。哦，对了，云岚宗的宗主这么多年就收了一个女弟子，你应该知道她是谁。萧鼎摊了摊手道：微微点了点头。萧炎淡淡的笑了笑，那女弟子除了那蓝嫣然之外还能是谁？因此虽然这家伙脱离了云岚宗，可不仅未被云岚宗的执法队追杀，反而弄了个外门执事的称号，
这些年来，很多强者在东北这块地方混迹时，未与他起冲突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忌惮他背后的云岚宗。呵呵，毕竟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萧鼎叹息了一声，笑道：“小子，既然知道云岚宗是我们墨家的后台，那便识相些，乖乖跟我们回墨家。”倒还听得萧鼎的诉说，那几人之中的一位稍显年轻的男子，脸庞上忍不住地浮现许些得意。看他那种表情的熟练度，显然对这种耀武扬威的事情并不是头一次干。然而他的得意话语还未说完，那坐在椅上的萧炎便是随意地挥了挥手，一股冰层瞬间从其脚掌下蔓延而出，然后将之包裹其中，同时也将那还未说完的话语堵了回去。今天就算是云岚宗的宗主来了，也不见得能把你们带走，所以别再说那些脑残的话了，谁说一句就多一句冰雕。萧炎连看都没有去看那冰雕一眼，语气淡漠的道。听得萧炎这般狂语，那仅余的4人脸庞上涌现一抹怒气，不过有着身旁那具冰雕坐镇，他们也只得狠狠地咬着牙齿，不敢再开口。不过这些家伙还真是奇怪，抢了我们的人，还要反过来把我们全部杀光，是有毛病，还是怕我们知道什么东西？萧鼎眉头微微皱了皱，有些疑惑的喃喃道：“知道他们抓青灵做什么吗？”萧炎望着罗布询问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罗布眼角斜瞥了一眼那多出来的冰雕，咽了一口唾沫，讪讪地摇了摇头，似乎生怕萧炎不相信。他紧接着又赶紧补充道：“我与他们没怎么接触过，那墨染便是我见过的墨家地位最高的人了。”萧炎紧盯着面前的罗布，半晌后方才点了点头，手指指向那几位不知来路的男子，道：“他们应该便是墨家的人吧？”罗布赶忙点头，笑了笑。萧炎将目光转向那几位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的男子，笑道：“几位，说说你们抓青灵的目的吧。”那位站在首位的男子目光有些颤抖地扫过那矗立在身旁的冰雕，喉咙滚动了一下，颤声道：“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萧炎眼眸微眯，屈指轻弹，妖异的冰层再度从那男子身旁一人的脚下蔓延而出，转瞬间便是将之变成了一条人形冰棍。我想听实话。萧炎笑盈盈的模样，在那几位墨家的人眼中却是犹如恶魔一般恐怖。我们真的不知道。脚跟微微打着哆嗦，男子脸色因为恐惧而略微有些发青，声音也是因此嘶哑了许多。闻言，萧炎脸庞淡漠，刚欲再度挥手，一旁的海波东却是忽然出声道：“别问他们了，他们的确什么都不知道，以墨家保密的严格，是不会将一些重要消息告诉他们的。”手掌顿住，萧炎回过头来望着海波东，微笑道：“你知道些什么吧？”目光与那漆黑如墨的眸子对视了一眼，半晌后，海波东主动地转移了开去，沉吟道：“当年我曾经与墨家接触过，所以知道一些隐秘。墨家的祖上曾经出了一位炼药师，不过他对正统的炼药并没有太大的兴致，反而专注于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从一些魔兽身体上卸下点强健的爪子或者骨骼等等，然后移植在人体之上，挺变态的。”萧炎轻声道：“嘿嘿，的确很变态，不过那家伙也算是有些本事，最后竟然也捣鼓出了一些东西。当时墨家的很多人都移植了这些东西，虽然力量加大了不少，不过却是将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将魔兽研究了许多之后，他又是将注意打到了一些拥有奇异器官的人类身上。你也知道，总有一些人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而墨家那位祖上便是想尽办法的将那些人抓住，然后从他们身上挖走那些奇异的器官，最后移植在自己人身上，使得他们实力大涨。”说到此处，海波东脸庞上闪过一抹厌恶，显然他对这些变态的东西也是极为不感冒。我想那位叫做青灵的小女孩应该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不然的话我也实在想不出他们费这么大的劲抓一个小女孩做什么。听着海波东的话，萧炎的脸色豁然间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他自然是知道青灵浑身上下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那所谓的碧蛇三花瞳，就是连药老都是评价颇高，
若是那墨家的人发现了青灵的这秘密，以他们的那变态性子，自然是会想尽办法将他抓住。妈的，原来这些杂种竟然是打上了青灵眼睛的主意。脸色阴沉如水，萧炎紧握着拳头，袖袍猛地一挥，一股森白火焰暴涌而出。那一旁的几位墨家男子，除了先前答话那人之外，其他几人尚还来不及发出惨叫，便是被焚烧的凭空消失。一旁瞧得忽然暴怒的萧炎，海波东微愣了愣，旋即心中略感明了，喃喃道：看来那位叫做青灵的小女孩，还的确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墨家盯上了呀。